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6月27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6月26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 186.54， 收盘价是 196.37， 在盘中最高价是在 197.75， 最低价是在 186.36。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11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在各条均线值的上方，并且也站上了前一日 K 线的最高，当然还有前高。量，当日的成交量是 9570.98 万股，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1.5 倍，抱有大的成交量。KD 值，我们会看到双线是继续上行，开口增大，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上行走势在增强。MACD 双线也是继续上行，开口增大，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长的绿柱，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的短期多头趋势在继续增强。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在6月26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有上影线的实体长绿 K 线，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那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出现回档后的上涨中。那么当日的这根 K 线，我们会看到它是一个小幅的低开盘，然后在5日均线值这个位置遇到了支撑，然后股价是一路向上，最后收盘价是收在了当日 K 线的最高价的附近。那我们也会看到当日又抱有大的成交量。那出现这样的一个走势呢，说明这根 K 线它是一根就是确认上涨的 K 线，或者说是股价会继续上涨的信号。那目前呢，我们会看到这根 K 线它的收盘价不仅站上了前一日 K 线的最高，同时也站上了前高，也就是6月13日这根 K 线的最低。我们在之前 K 线信息的解读当中说6月17日这根 K 线的最高189，这是一个强压力。那么我们会看到当日是突破了这个强压力，也站上了6月13日这根 K 线的最高。那这两根 K 线我们说都是抱有大的成交量的，对，所以股价收盘价一旦站上这两个位置也就说明这个我们称作叫换手成功，那么股价呢将会有进一步的上涨。那进一步上涨，我们现在如果从 K 线上看，还有一个高点就是4月29日这根 K 线的最高 198.87， 那这根 K 线也是抱有大的成交量的。那么日后呢，我们说股价如果再能够站上 198.87那我们说股价将会有一波新的上涨的行情，同时站上这个位置也很有可能就突破了200关口。对，那么突破200关口呢，我们说从目前的股价的走势来看呢，一旦200关口被突破呢，那我们会看到接下来的目标就是265这个高点了。对，好，那么这是我们对这根K 线信息的解读。好，那么我们说目前股价如果上行，它的阻力也就是压力位，一个就是200关口，对，主要是200关口。那么200关口呢，这是空头一定要守的一个位置。好，这是我们说目前股价上行的这样的一个强压力。那我们再来说股价如果回档呢，那股价回档我们说这根绿 K 的最低也就是在186这个位置呢，将会成为一个支撑。好，那这是我们对这根 K 线信息的解读。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后续股价的走势，我们调出辅助线。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6月26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继续上涨，收盘价会在192附近，在这个位置。
然后呢，第二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也很有可能会出现回档，收盘价会在180附近。实际在6月26日收盘价是在196.37，我们说出现了继续上涨。那至于我们预测的继续上涨，虽然在收盘价的点位上相差较多，但是呢，当日也就是我们预测的走势和当日实际的走势，包括收盘价的性质，也是完全相同的。也就是走势相同呢，都是在5日均线值遇支撑而出现一路向上。那收盘价的点位性质相同呢，就是股价都站上了6月13日这根 K 线最高191，当然也是突破了这个189这个位置，对。但是我们没有预测到这个股价能够出现这样高的一个高位，对。好，那么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呢，这根 K 线是一根上涨的信号啊。那么我们先来看日后股价的上行。那对于6月27日和之后的交易日，那我们来看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我们现在要调整一下。目前这个191这个目标已经被站上，所以我们把这条辅助线去除，然后删除。对，那么这样一来，我们会看到接下来的第一个目标就是198.87，我们取整数189，我们变换一下颜色。好。那么我们其实可以看到，目前股价的第一个目标是它，那么站上它呢，也就是意味着将会确认自4月22日以来的多头趋势。因为自4月22日以来，下方是有底高的，但上方差头高。那我们再来看，自6月11日以来，也就是生成这根 K 线之后，自6月11日以来，下方是有底高，上方有了头高。那么这根 K 线实际上是确认了6月11日以来的多头趋势。那这个多头趋势被确认之后，将会继续上行。那一旦站上，也就是接下来目标就是要站上198，来确认自4月22日以来的多头趋势。对，那这个位置在被站上之后呢，那我们说接下来就是目标就是206啊，其实它仅仅是一个压力位，并不是股价上行的真正的目标。对，说目前自4月22日以来，如果多头趋势被确立，那它的目标一定是要站上265。我们把这个图缩小。对。相对于这个4月22日来说，那么在2023年12月29日这根K 线的最高，相对于这一点来说，它是前高。所以这一波如果从4月22日开始起涨的话，那么这一波涨幅如果被确认的话，它的真正的目标是站上265，所以股价我们会看到继续站上200关口，这也是一个压力位。那么站上它呢，将会确认4月22日以来的多头趋势，然后再突破2个压力位呢，目标是这个位置。好，这是我们对这个目标的一个总体的概述。那我们再重新回来依次来说一下。第一个目标是199，对，也是200关口。那么在到达它之前，我们说6月26日这根 K 线最高198呀，将是强压力。对，那么这样接近的点位，为什么我们把198作为强压力呢？因为出现这样一根带量的大幅的上涨呢，在接下来一根 K 线，如果没有多头力量的推动的话，很有可能会出现回档或者是平盘。那如果是回档的话呢，那很有可能这个位置将会是压力，遇这个压力而出现一个回档，这是也完全有可能的。所以目前198是一个压力。
在到达199之前。好，那么第二个目标就是206，206这是一个压力位，突破之后，接下来的目标就是上方的206。那在到达上方的目标是265。那在到达265之前啊，我们会看到这条下行的趋势线将是一个极强的支撑。那这根趋势线呢，我们说是特斯拉股价历史最高和接下来的2个低点建立的最后一条下行趋势线。这条趋势线我们已经保留了有2年多了哈。那么我们会看到在2023年7月份啊，到目前至今有1、2、3、4有4次股价反弹接近这个趋势线的时候，都出现了反转向下。所以我们说这一波股价的涨幅啊，其实除了我们之前提到的压力，这条趋势线是一个最为强劲的一个压力位，因为突破的这个位置呢，将会改变这样的一个下行的趋势。对，那么那对于我们说在6月27日来说，这根趋势线和当日 K 线的交点是在220附近。对，所以我们会看到随着交易日的推进，那么这个强压力会离我们越来越近。如果我们说股价在上涨的一个走势当中，好，那这是我们说股价上行的3个目标。我们再重复一下：199、206，还有上方的265，这是3个目标。再来看下方的目标，对，向下的目标我们也要做一个调整。那向下目标做调整呢，我们也在此来回复一位网友的提问，就是这条紫色的水平线是如何加上的。我们可以看到在屏幕的左上方，在这个地方有一个线段，然后点开它之后，我们选水平直线，对，那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一个弹出的一个栏，然后当我们把光标放到一个划线的位置之后，我们点击鼠标，那么这条线就出来了。对，然后呢，我们可以点击退出键，对，然后或者我们再点一下这个选择键，回来之后，在点击屏幕的任何一个地方就会消失。好，那我们来看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现在是这个短期多头趋势的前低，也就是177。跌破这个位置就是瓦解自6月11日以来的短期多头趋势。那其实我们也会看到，在到达177之前目前的支撑位也是很多的，除了各条均线值以外，这条绿 K 的最低也就是187，对，这将是一个强支撑。还有20日均线值也是强支撑。对，那所以我们说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就是177。那177被跌破，接下来的目标就是168。我们再变换一下这颗水平线的颜色，我们先点亮它，然后自动会出现一个小的任务栏，然后我们把这个颜色变换成黄色。好，那么第二个目标就是168，跌破这个位置将会继续维持自4月29日以来的空头趋势。那第3个目标就是139。好，那这是我们说日后股价上行和下行的目标。对，好，那我们给出具体的点位，说如果股价出现回档，在到达177之前，这根绿 K 的我们说是2根绿 K 合并之后，它们的这个含下影线的这根绿 K 的最低是在182，对，这是一个强支撑。然后呢，
这根绿 K 的最低186，这两个点位是强支撑。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在6月27日开盘之后，我们要关注的位置。之前我们给的关注的位置是前一日 K 线的最高，那么如果股价能够在它的上方运行，会收高啊。然后呢，到了6月27日，我们要关注的位置是前一日这根 K 线实体的上沿，其实就是前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那我们取个整数196.5这个位置。那股价我们认为在盘中如果能够在它的上方运行，我们认为会出现收高，继续出现一个上涨的 K 线。但是如果股价一直在它的下方运行，我们认为股价会在这个地方会出现一个回档，或者是出现一个横盘的一个现象。对，好，所以我们在盘中要关注196.50。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目前我们有一个15%的多头仓位，分别是在6月12日收盘价5%建仓，在6月17日是10%加仓。那这15%的仓位呢，成本价是在184附近。我们给的止损位一直是守177，在前一个交易日我们给出了守180，也就是守20日均线值。那么股价到了6月26日，收盘价是在196.37，并没有跌破我们的止损位，所以这个仓位一直是持有的。当然，之前也有可能会获利出场，或者在6月26日盘中已经获利出场，这都是有可能的。对，那么因为我们给的操作建议都是给止损，我们不会给获利的点位。对，那么到了6月26日收盘价在196.37这个位置，如果继续还在持有这个仓位，那在这个位置我们要继续加仓10%。那这样一来，我们的仓位将会达到25%，那么成本我们测算是在189，在这个位置。对，好，那对于这个仓位的获利目标，当然就是我们指的是只要股价处在获利的状态，都是可以出场的。那如果从中长期来说呢，一旦多头趋势建立呢，我们的目标是要加满仓。对，加满仓呢也就是加到50%。对，好，那么对于这样的加仓之后的多头仓位，我们要给出的止损位是守180，也就是我们守20日均线值。对，是在这个位置。好，那这是我们说的多头。当然我们还要再补充说明，那在这个位置我们说也可以是5%。如果之前一直没有建仓，在这个位置是可以5%进场的。我们在这个技术上的操作建议曾经多次说过，我们所有在加仓的位置实际上都是可以初次建仓的位置。例如在这个地方有加仓，之前如果没有进场，在这个地方是可以5%进场的。那到这个地方可以10%加仓，那这样一来到了6月26日是有15%的仓位的。那如果在之前呢一直没有进场呢，那么在6月26日是可以5%进场的建仓。对，那所有进场的位置我们给的这个止损位都是相同的。对，获利目标或者获利的点位依据个人的情况去这个采取就是获利出场。对，好，那么这是我们说的多头。那如果在这个位置5%进场呢，我们认为应该守这根绿 K 的最低，而不是守这个位置，是守186。对，好，这是我们说的多头。我们再来看空头，空头目前一定要守200关口。所以在
6月27日啊和之后这本周的最后2个交易日啊，股价很有可能会突破回档，也很有可能会直接回档横盘。对，那么空头一定要守200关口，他们的现在的目标一定是177。当然下方对于这个支撑也是很强的，对于多头来说呢，它的压力还是很大的。好，那这是我们说的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6月27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那如果各位网友方便，请能否在屏幕下方按下点赞按钮，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谢谢大家。首先到来的压力位就是前一日 K 线最高198到上方的第一个目标199。然后呢，我们再给出一个点位，就是200关口。虽然它们是在数值上是接近的，但是我们要把200关口单另提出来作为一个压力。对，然后第3个压力是206，第4个压力就是这条下行趋势线和当日 K 线的交点在220。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首先到来的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从189到190。第二个支撑是185到186，它包括前低，这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在这个位置。第3个支撑就是20日均线值，是从180到181。第4个支撑就是177。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我们给出6月27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继续上涨，如果是这样，它将是高开盘或者是一个小幅的低开盘，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194，上方最高会到达201，然后收盘会收在197附近。那么它的条件呢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194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上涨。其实我们预测的这第一个可能上涨呢，它也可以称为叫横盘向上。那我们认为出现上涨在200关口会遇到压力，而股价会被压回。对，然后呢，在前一日 K 线最高的附近。收盘价在这个位置，然后继续给出股价走势的一个不确定性。好，那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可能。那第二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回档。如果是这样，它将是低开盘，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196，最低下方会回踩到191，然后收盘会收在194附近。那出现这样的回档，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低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196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回档。好，那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6月27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谢谢大家。